一张2500年前的世界地图，背面的文字为什么会指向一艘大洪水传说中的巨船？它不是画在纸上，而是刻在一块只有手掌大小的泥板上。泥板正面刻着一幅世界地图，地图上标出了巴比伦、幼发拉底河，还有一圈包围整个世界的水域。可把它翻到背后，残缺的文字却像是在指引人们穿过世界的边缘，走向第4个区域。在那里可能停着一艘大洪水传说中的巨船。2024年，大英博物馆发布了一段讲解视频。很快，网上开始流传2个说法，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终于被破解了，另一个是这张地图标出了诺亚方舟的位置。而真正把这张地图和洪水方舟联系起来的，不是一幅船的图案，也不是一段完整的故事，而是泥板背面一个极少见到的词。更奇怪的是，同一个罕见的词也出现在另一块描述大洪水和巨船的泥板上。为什么一张画着真实城市和河流的地图，会在世界的边缘突然出现大洪水和那艘巨船的线索？这块泥板的馆藏编号是 BM92687， 目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。乍一看，它确实像一张非常原始的世界地图，中间是一片圆形的陆地，幼发拉底河从中间穿过，河边的长方形代表巴比伦，周围还能看到亚述、德尔、乌拉尔图等真实地区。也就是说，制作这张地图的人并不是在随手乱画，他知道河流在哪里，也知道周围有哪些国家。但再仔细看，画面就开始不对劲了。代表巴比伦的长方形格外醒目，有些地区的位置大致正确，有些却被明显挪动过。比如本应该位于巴比伦东边的哈班，在地图上却被标到了西边。不同地区之间没有统一比例，距离也无法按照现实地理换算。可不管其他地方标的准不准，这张地图的层次始终没有变。最核心的是巴比伦，它的周围是人们熟悉的城市和国家，再往外是包围世界的苦河，而苦河之外则分布着8个向外突出的三角形区域。这些尖角并不是简单的装饰，而是代表苦河之外的8个遥远地区。对巴比伦人来说，那里已经超出了他们熟悉的世界。也就是说，越靠近中心，地图上的内容越具体；越靠近边缘，所描绘的地方就越难确认。这不像是简单的画错了，更像是制图者故意改变了位置和比例，只是为了保留世界从中心向外展开的关系。我们今天的地铁图也会故意压缩距离，改变方向，因为它真正需要保留的是车站之间的关系。这块泥板上用的可能也是类似的逻辑，它强调的不是准确距离，而是巴比伦、苦河和外围区域之间的关系。到这里，苦河以内的结构基本就能说通了，但苦河之外的8个尖角仍然难以解释，因为制图者不只画出了这些区域，还在泥板背面给他们排好了顺序，写下了距离。泥板正面的8个尖角分别对应背面的8段残缺文字，这些文字不仅给外围区域排好了顺序，还写下了前往那里的路程。其中反复出现了一个叫贝鲁的单位，它既可以表示时间，也可以表示距离。放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理解成古巴比伦人的路程单位。就像我们今天会说，某个地方距离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的路程，而泥板上的文字大致使用了这样的句式：前往第1个区域要经过7个贝鲁，前往第2个区域也要经过7个贝鲁。可泥板最后却又写道，这些区域里面究竟有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那么既然没人知道那里有什么，这些距离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所以这不是一张真正用来导航的地图，它做的是让那些无人了解的区域看起来像是可以计算路程、依次前往的地方。可到了第4个区域，情况突然不一样了。背面残缺的文字里出现了一个极少见的词，而目前已知的另一处相似用法，恰好出现在一块描述大洪水和巨船的泥板当中。这块巴比伦世界地图泥板被发现的时候，苦河之外的一个尖角已经脱落，连带着第4个区域的一部分文字也消失了。直到1995年，一名研究楔形文字的学生在大英博物馆馆藏中认出了那块碎片。经过比对，人们发现这块碎片与原泥板的断口处严丝合缝，补回来的不只是地图的一角，还有第4个区域里一段原本残缺的文字。就在这段文字中，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员欧文·芬格尔注意到了一个极少见的词帕尔西克图。先别着急把它理解成方舟，它不是船名，也不是方舟的专属名称。我们可以先把它理解成一个和剂量有关的罕见词。单看这个词还看不出它和方舟有什么关系，
关键在于它还出现在另一块专门讲述方舟是如何建造的泥板里。那块泥板记录了一艘方舟应该造多大，需要多少沥青，内部应该怎么分隔，甚至连部分结构要做多厚都写了下来。而在描述其中一部分厚度时，文字里同样使用了帕尔西克图，也就是说，一次它出现在世界地图的第4个区域，而另一次它出现在了方舟的建造说明里。这就像2份内容完全不同的文件中突然出现了同一个极少见的说法。这就是这个词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是帕尔西克图的意思是方舟，而是因为它把世界地图的第4个区域和大洪水与方舟联系到了一起。更关键的是，世界地图的相关文字中还出现了乌特纳比史提姆，而他正是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中得到警告建造方舟，最后躲过那场大洪水的人。于是芬卡尔提出，地图的第4个区域可能与方舟最后靠岸的地方有关。这就是网上所谓巴比伦世界地图标出了诺亚方舟位置的真正来源。所以地图标出了方舟的位置这个说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但这些线索还远远不足以确定方舟的最终位置，因为第4个区域的句子并不完整。目前的线索最多只能说明地图上的第4个区域可能和巴比伦人的大洪水故事存在联系，可问题也随之变得更大。如果这只是一张世界地图，为什么真实的城市、洪水英雄和一艘传说中的巨船会被放进同一个世界里？现代人习惯把不同的信息分开，河流和城市属于地理，古代王国属于历史，洪水英雄和怪物属于神话。可在这块泥板描述的世界里，它们同时存在。地图上有幼发拉底河、巴比伦和亚述，相关文字里也出现了乌特纳比史提姆、传奇国王、巨龙、蝎子人以及其他神话生物和怪兽。如果制图者只是想标出巴比伦在哪里，那么洪水英雄、方舟和那些神话生物根本没有必要出现。可如果这只是一幅神话世界，幼发拉底河、亚述和其他真实地区又为什么会被认真的标出来？真正可能的是，这块泥板从一开始画的就不只是地理，它既画出了当时人们生活的世界，也把那些他们没有见过却相信存在的地方画了进去。这不代表巴比伦人分不清现实和传说，它只能说明在这张地图里，现实与传说不需要被完全分开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世界并没有在苦河边结束，越过那条边界，世界还在继续，只是接下来的部分已经无法依靠亲眼所见来描述，那么只能交给传说。所以真正的问题来了，当真实的地点、洪水英雄和无人了解的区域同时出现在一张地图里，他画的到底是一张地理地图，还是巴比伦人眼中世界本来的样子？可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看到的就真的是完整的世界吗？今天我们拥有卫星、导航和全球定位，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看不到苦河和那8个尖角了，但在信息世界里，中心、边缘和空白依然存在。平台和算法影响了哪些消息先出现，哪些内容被反复放大。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决定了哪些信息更容易被自己相信，而哪些信息更容易从一开始就被排除。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整个世界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经过筛选的版本。今天我们不会再把巨龙画在地图的外面，但我们仍然可以把熟悉的观点留在视线中央，把陌生的信息挡在认知之外。所以这块泥板真正留下的也许并不是一条寻找方舟的线索，而是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问题。当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时，是谁决定了什么该出现在我们认知的中心点？又有哪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认知地图上？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期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